非有消息，1月5日，英国的最后一架波音757客机退出了运营。这架飞机的注册号是 G-LSAI， 机龄37.3年，属于 Jet2 航空。该机在当日执行完曼彻斯特到日内瓦的往返航班后退役，这标志着波音757在英国42年的客运历史结束。波音757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波音公司推出的中大型客机。由于70年代的石油价格猛涨，燃油支出剧增，航空公司迫切需要一款低油耗的新型民航客机来替换手中的油老虎。而波音当时正沉浸在波音727成功的喜悦当中，本来新机计划是延续波音727-200的3发梯形尾翼设计，拉皮推出波音727-300再续辉煌。在收到了英国航空和美国东方航空共82架的订单后，1979年3月，波音正式上马了7N7项目， N 是 Narrow 代表载体的意思。项目进展过程中，来自航空公司降本增效的呼声让波音改变了设计思路，最终双发的波音757面世。波音757于1982年2月19日首飞，它的身高腿长，曾经长期是载客量最大、航程最远的载体机，可以在满载200名乘客的情况下飞行超过7200公里，比协和超音速客机的100人6500公里要高很多。波音757的燃油效率据称比波音727提高了 80%， 但仍然保留了波音727短跑道起飞的特点。有一些航空公司甚至用它来替换载客差不多但装配了4台发动机的波音707，经济效益提升明显。首批交付的量产型波音757-200搭载了2台罗罗的 RB211 发动机，这也是波音研制的飞机上首次装载非美国产的发动机。后续它又换装了更省油的普惠 PW2037 发动机。相对于它轻盈的机身，波音757的发动机动力十足，给它带来了火箭飞机的称号，也让它可以像空客 A319 那样轻松胜任高原起降。当年在九寨沟旅游非常红火的时候，中国的国航、南航都使用波音757-200直飞，非常的赚钱。波音757-200在2004年底停产，总共生产了1050架。中国的各航空公司总共引进过约65架。2005年的4月26日，波音757-200生产出的最后一架交付给了上海航空，注册号是 B-28-6， 使用到2014年11月26日退役。2018年12月1日，厦门航空退役了中国最后一架波音757-200型客机。由于波音757的动力强劲，货舱容积又比波音737要大，续航还能够达到7个小时，在全球范围内，波音757货机颇受欢迎。波音757的客改货因此也非常的时兴。曾经有段时间，一旦有757-200客机将要退役，便会被各家货运公司找上门来求购。南航、国航和厦航的波音757-200退役后几乎全部改为了货机。顺丰航空现在就是以757-200货机为主，多达43架。顺丰航空早期的757-200货机都是原来南航、国航和厦航的客机，但后来不够用，又从美国采购退役的757-200客机改装。而上海航空最后一架那种还很年轻的波音757客机用来飞货运太浪费了，则被达美航空等当成宝贝一样成批的弄到手里继续载客。前面提到的 B-28-6 现在注册号已经变更为 N823DX， 依旧在达美飞得很欢实。现在全球还有约210架波音757在飞客运，主要集中在美联航、达美航空和冰岛航空，货机约有270架，联邦快递最多。英国航空是波音757的启动用户，它比美国东方航空晚了差不多40天之后，于1983年的2月9日接收了首架757-200客机。后来英国有途逸、MyTravel、易捷、Jet2 等20多家航空公司都运营过波音757。根据资料，波音757飞机在英国的42年客运历史中，总共飞行了约310万架次，运送乘客约 4.2 亿人次。Jet2 是英国第3大航空公司，规模仅次于英国航空和易捷航空。现在有飞机117架，以波音737为主。
他曾经运营过17架波音757，半数以上都是在近1-2年内退役的。Jet2的发展势头很好，2024财年它实现了利润 6.6 亿美元，比2023财年增长了约3成。它现在已经超越途逸，成为英国最大的旅游包机运营商。近几年，它也加大了空客 A321neo 的引进力度。相信随着这款波音757平替优选机型的增加，它的盈利能力还会进一步的提升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